靠！昨天晚上的竟然不是春梦。好热。这是做梦吗？好久没做过春梦了。这男人又帅又结实，不玩白不玩啊！不是吧？加个班就猝死了？竟然还穿成了年代纹理被家人利用、名声尽毁的受气包女主！你快穿啊！哎呦，真不要脸！而且碰上天崩开局，和准妹夫谢建华被苏家人被村民捉奸在床。不同的是，原主和谢建华清清白白，而我真把他给睡了。快，有好戏看！哎呀，这家门不幸啊！我去！哎呦，老来弟，这苏晴怎么睡在他妹夫的床上了？啊！哎，传言这谢老二不是那方面不行吗？想的是和秦丫头试试，哎呦，是不是啊？学学大家不要再说了，我姐是不可能跟建华哥上床的啊！天啊，老娘一路从孤儿院卷到大厂高管，还没来得及享受就打水漂了，还要忍受这种极品佳人遭这种奇耻大辱。哎，苏晴，你这下可完蛋了！就是嘛，谢建华他妈王翠芬那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泼妇，贼护犊子。要是让他知道苏晴上了他儿子的床，他打不死苏晴。哎呦！滚开！全都给老娘滚开！完了，按照剧情，恶毒婆婆王翠芬该把衣衫不整的我踢到院子开撕了。你们说苏晴干什么？苏晴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谁再敢碎嘴子，我就砍死谁！砍死谁！王翠芬，她怎么开始维护我了？我这么护着苏晴，她一定会很高兴吧？妈居然帮着苏晴！你们这群死老太婆，你们没睡过男人呢？看什么看？小心屁股长针眼儿，眼睛长脓包！哎呦，狗东西，你见不见还赖着不走？哎，王翠芬，你跟我们横有什么用？是苏晴，她有心机，不要脸，以后有你这婆婆好受的。放屁！苏晴才是这世上最心善的人呢。上一世，我辛苦操劳一辈子，为家里的孩子们付出一切，却因为得了癌症，失去利用价值，被那几个小白眼狼搜刮所有财产，逐出家门。唯一孝顺的老二还英年早逝了。谢谢好心人。实在没地方去，就跟我走吧。最后，竟然是跟我向来不对付的二儿媳苏晴将我带回了家。上一世，你给了我临终前最后的体面，这一次，老天爷让我重活一回，
也该轮到我护着你这苦命的孩子了。以后谁再敢说苏晴半句坏话，我就劈死谁！给我滚！滚！这神经病！走，快滚！晴晴，别怕啊，妈把他们都赶走了。妈，没什么好怕的，苏家这么做肯定是因为……谁跟你说话了？一个大男人怕个球啊！不，妈，我……晴晴啊，过会儿妈给你换身衣服，再给你把头发梳好，给你收拾利索，咱再出去找你家那群狗日的算账。妈，这泼妇看我爬他儿子的床，没骂我就算了，怎么还对我这么温柔，自称我妈？晴晴乖，难道……原主从小就是受气包，年纪轻轻就辍学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弟妹，从不打扮自己。后来按政策下乡，好不容易请假回家团圆，却因为妹妹苏雪未婚先孕，苏家人不想归还巨额彩礼，于是设计把原主送到准妹夫床上。苏有金、何来地，这黑心两口子连亲生女儿都算计，他真不是个东西。晴晴，你别怕，妈是你坚强的后盾，你手指的地方就是妈的战场。走，出去！今天必须把你妈和你妹的脸撕烂，不然我不叫王翠芬。走。哎呀，王翠芬，你来的正好。本来你们家老二定的是我家小女儿，现在把我家大女儿给睡了。现在我们老苏家在村里面都活不下去了。哼，好一个恶人先告状。那你想咋办呀？这事儿呢，苏晴也有责任，我们家也是讲道理的人。那这样，将错就错，苏晴嫁给你们家老二，彩礼就不退了，这事就这么算了。我呸！还就这么算了？你们这群畜生，别以为我不知道。苏雪这个下贱的小荡妇，跟着野男人搞大了肚子，还想骗我们家500块彩礼。你当老娘我吃素的？跟我家孩子走，现在我就拉着这破鞋去游街。嘿，他怎么知道我怀孕了？啊，傻眼了吧？没话说了吧？那我现在就拉你去医院验一验。你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我没怀孕，是你们谢家造谣。妈，你可替我做主啊！对，就是你这个黑心的老太婆，竟敢诬陷我们家小雪，看我撕烂你的嘴！你敢打我媳妇儿？女人打架，你们凑什么热闹？王翠芬，别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这事说到哪儿去？你们家都没理，现在还敢污蔑我们家小雪，你信不信我闹到镇上，闹到县里，让整个江州的人都知道你们家老二错睡了大姨子？何来地明知道把这事闹大，也会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但还是为了500块钱威胁谢家。既然王翠芬这么给力，那我也不能拖后腿啊！哎，都别吵了，我相信我这乖巧纯良的雪妹妹是不会做这种未婚先孕不要脸的事儿的。哎，来，我现在就把村民全都叫过来，一块评评理，是不是？不许！不能让人家知道你妹妹怀孕的事。什么？妹妹真的怀孕了？哎呀，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叫任超的那个？人家有老婆的呀！你就算不想嫁给谢建华，你也不能推我去人家床上呀！大姐，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你有？你就是有！苏晴，你敢打我？打你妹妹干什么？她也是为了你好。只要你嫁给谢建华，你就不用下乡种地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嘿，何来地，是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样，我家老二娶你家苏晴，那500块钱彩礼，
苏晴必须全部赔价。不可能，谢建华娶了我大姐，那500块钱还都要还回去，更何况那200，我娶了媳妇儿，100买了自行车，这还回去我怎么办？行，不退钱是吧？那就赔一条人命。哼，只要野种还在苏雪的肚子里，那就是铁证如山，无法狡辩。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打胎，让你丢半条命还无法见人，让你们家全家跟着丢脸。你给我松开！哎呀，苏晴，没看见你妹妹被抓住了吗？赶紧劝劝王翠芬啊！是啊，你让她上着她肚子里的孩子可咋办啊？晴晴该不会也心软，觉得我太过分了吧？我支持王阿姨的做法，这孩子必须打掉，而且我从来不做昧良心的事，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坑谢建华。这事就算闹到县里，闹到镇上，我也愿意替他证明我俩是清白的。我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清白吗？王阿姨，我知道错了，你就发发善心，饶我一马行吗？你看这样，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答应你。哎呀，就答应这句话了。要想把事情不闹大，就3个条件：第一，把你这一场办公室的工作让给苏晴；第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苏晴的户口调回城里；第三，那500块钱彩礼，苏晴必须全部赔价。王翠芬是不是抢我台词了？这3个条件每一条都是我想提的，每一条都在为我争取利益。王阿姨，你人好好啊！哎呀，苏晴，别怕呀，只要以后有我罩着你，我看谁敢欺负你。那是，王阿姨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厉害的女人了。那当然了，就凭她跟我斗，还嫩了点儿。苏晴，你个死丫头，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你竟然帮着外人欺负你亲妈！早知道你这个白眼狼，我就应该掐死你！你如果还是帮着谢家的话，以后别叫我妈。妈，真不是我帮着谢家，你仔细想一想，如果谢家报案，苏雪遭殃，爸爸跟弟弟丢了工作，还要坐大牢啊！哎，对，遭大殃，丢工作，吃牢饭。答应还不行吗？工作我让，户口我也去，让人去城里办。至于500块钱，就算我们倾家荡产，我们也会拿出来的。哎呀，晴晴啊，有了这个证明啊，你以后就可以安心的在工厂办公室工作了。虽然挣的比流水线少，但咱家不差那几个钱。你吃好喝好休息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谢谢阿姨。这2个人都多少年没见面了，怎么凑在一起比亲母女还亲？明明在今天之前，我苏雪才是谢家的准儿媳，就因为这肚子，我不仅没捡着便宜，还被坑得鼻青脸肿。哼！哎呦喂，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你要是当街流了产，我儿子的结婚申请怎么办？再说了，治白酒没领证，说出去多难听啊！我们晴晴也不能受这种委屈啊！对呀，小雪，你不能再生气了，你要保重身体。那500块钱还没到手，你可不能气出个好歹来呀！大姐，对不起，要不是看你做之前太辛苦，所以我才让你嫁给谢建华。苏雪，你倒是会倒打一耙。三妹，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再提我要生气了。苏雪，等着吧，工作和钱到手后，我就把换情真相公布出来，还原主一个清白。晴晴啊，别跟这种人生气，妈现在就带你回家。走了。老二，哎妈，回来了。我在苏家一共搜出231块5毛2，这些东西值100块钱，还差100块钱。他们说过2天再给。你核实一下，可以的话咱就收了。我收着干什么呀？这些都是我替晴晴争来的陪嫁，叫晴晴收着就行。
谢谢王阿姨，那我不跟你客气啊。这么小气是吧？王阿姨，你看他，松手！妈，哎呀，客气个啥呀？几百块钱拿着。你傻呀你？给你个表现机会都不会呀！哎呀妈，我以为你刚刚拉拢苏晴是分化敌人内幕，你咋还玩真的？苏晴那么针对我，你怎么还被苏晴迷惑？这下药的事情，苏雪是主谋，这苏晴也绝不单纯。苏雪想让我接盘，谁知道苏晴是不是想借我的身份摆脱知情流程？所以妈，这婚可以结，但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相信苏晴。老二，你啰嗦了，你说的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那你还把钱都给他？你懂什么？我自有我的节奏。你要是再敢说这种话，让苏晴听到，让她生气了，我缝上你的嘴。晴晴，哎，别理老二这臭小子，走，妈带你上楼去看房子。来，啊，快进来看看，怎么样啊？这房子采光好，朝向好，床是新的，柜子也都是新的。哎呀，还有啊，看看，还给你安排了好多漂亮的衣服。怎么样，喜欢吗？王阿姨，你对我也太好了吧？哎呀，这有什么呢？哎，孩子结婚呢，总是要给孩子准备新房的吧？等明天跟老二摆完了酒宴，你们立马就可以搬过来住了。不过晴晴啊，我现在对你好，以后啊，你愿不愿意给我养老啊？啊？哎，算了，我是开玩笑的，毕竟之前我对你那么差，你不愿意也很正常。我愿意，毕竟我不能白占你便宜，不是？而且我不仅愿意，我以后挣了钱，我给你换一个更大的房子，买一个更好的车子，再给你配一个大金镯子，然后领你出去吃好吃的。好孩子，你说的话我全都相信。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我私房钱多着呢，我都给你花，我都给你一个人花，真的啊？比真金还真。以后谁在我面前都越不过你去。啊，你肚子饿不？你先垫吧垫吧，阿姨去给你做饭啊。你先吃点，先吃。这个年代的东西就是好吃，没有科技与狠活的味道。王阿姨，你也尝一口。好吃吗？苏晴果然是个好孩子，吃鸡蛋糕都还得分我一半，真孝顺，比亲生那几个白眼狼好多了。晴晴啊，我家老大谢建忠啊，那是一肚子坏水。虽然他表面什么都不说，可是谢建康、谢桂英那对龙凤胎呀，调皮欠揍。他们要是惹你啊，千万别对他们客气。王阿姨，我有点担心替嫁这个事，谢叔会不会对我有意见？哎呀，老谢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儿媳妇，那都是祖坟冒青烟了。谢瘸子能有什么意见呢？你放心，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去通知他们啊。慢点，慢点。哇，好多吃的呀！啊，我先吃啦。
妈，我要吃干辣椒炒肉，你做了吗？哎呀，做好了，做好了，看看，喜欢吗？喜欢。妈，这就是我的新嫂子。对呀。长得好丑好黑，我才不要这样的嫂子呢！就是不要她。张阿姨说我家来了个狐狸精，狐狸精怎么会这么长？你们两个小东西胡说八道什么呢？晴晴哪儿丑了？她只是在农村干了几年农活晒的，等再养一养啊，就比大明星还美了。骗人，她才不会变得那么好看呢！就是，她就是一个丑八怪！丑八怪，快滚出我家！快滚出我家！滚！立刻，马上给你嫂子道歉！妈妈，你以前最疼我了，从来不凶我。你为什么要替这个丑八怪说话？你就是一个坏妈妈，坏妈妈！看什么看？吃饭！丑八怪，害我妈凶我，给我等着！妈，你做的干煸豆角真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别光吃豆角，吃肉啊！好，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这还是我的。要不是知道王翠芬最疼爱自己的小孩，刚来谢家还摸不清情况，今天我肯定收拾你的。丑八怪，看见没？这个家我才是老大，不管我有多调皮，我妈都会宠着我，哄着我，疼着我。这么喜欢捣乱，这顿饭你就别吃了，吃老娘一顿打吧！妈，你别打！苏强，妈再怎么生气也没有打过剑考，这件事由你而起。妈这么生气，你赶紧劝劝。小孩这么骄纵，是不是很坏？既然你要让我劝，那你就上去加把火吧。哎呀，王阿姨，孩子还小，等长大就懂事孝顺了。这么小都不懂事，长大还孝顺，我指望他们，我还不如指望你呢。确实，以前的事我就不能想，我越想我越生气。人捣蛋，我让你嘚瑟，我让你欺负你嫂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呀，还有你，你也是个蔫儿坏，整天在背后撺掇。他要是主犯，你就是帮凶，你也给我起来！妈，别打了，再打出事儿了。对啊，这俩孩子还小，你这样打他。我还没老呢，你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我养了你们这么一群没良心的东西，我真是白疼你们了！我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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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你们两个不许吃饭，到门口去面壁思过。什么时候真心的给你嫂子道歉？什么时候才能上桌吃饭？吃是小丑，这显而易见了吧？去，滚！事情就是这样的，苏家故意挖坑，嫁进我们家的才从苏雪变成了苏晴。苏家做事啊，太不讲究了，跟苏家结亲真麻烦。哦，对了。我看苏晴这个丫头还是比较明事理的，要不你跟她商量一下，这婚就别结了，我们拿钱补偿她。不行，苏晴我喜欢，我就要她做我儿媳妇儿。你究竟喜欢她哪一点呀？都喜欢，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这是上辈子带来的缘分。再说了，晴晴跟咱儿子都被人堵到被窝了。我不想坏了晴晴的名声。也对，行，听你的。好，那我现在就把晴晴送回家，明天正式摆酒。苏晴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简直就养了个白眼狼啊！来了。晴晴别怕，就一晚上功夫，明早我就让建华来接你。
回去摆酒席啊。你们两个明天老实点，否则我要你们好看。王阿姨，哎呦，刚穿过来就被王翠芬罩着，现在她要走，反而有点不习惯。晴晴啊，妈知道你性格乖巧、温柔贤淑，不敢反抗。但你以后呀，要向妈学着点。你家谁再敢惹你，你就弄谁。毕竟他们有那么大的把柄在咱们手上，我就不信他们敢继续嚣张。王阿姨，那我等你们明天来接我哦。哎，好，乖啊，明天来啊。等你们哦。好。哟，刚认识多久啊？演那么亲热给谁看？就是，你们啰嗦了，有时间啰嗦这么多东西，不如好好想想那100块钱什么时候能还。你这个不孝女啊！你还敢给我提这个事儿？我打死你！我又没骂人，我就是正常问你筹钱进度，你凭什么打我？觉得我好欺负是不是？你个忤逆女不孝女，竟然敢跟你亲爸动手！早知道我今天就应该把你从被子里面赤身裸体的拖出来打死！终于知道原著为什么不想活了。你们这对夫妻这么偏心恶毒，你们配做父母吗？你个死丫头！你爸把你养这么大，你下这样的狠手！哎呀，忘了还有你了！你别跑啊！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你个死丫头，你疯了吗你啊！你站住！别跑！死丫头啊！救命啊！她是你妈！死丫头，你鬼迷心窍了，这么对我和你爸。之前下山那会儿，听话懂事，干起活来任劳任怨。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对，如果不是性情大变，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戳穿了。都怪你，都怪你！如果我一辈子不变，不得让你们欺负死呀？是不是咱们之前逼得太紧，让他逆反了？给他来点软的试试。哎呀，晴丫头啊，你就别斗气了，你已经回了城，你妹妹的工作也给你了，你就把钱要回来吧。我们还靠这个钱给你弟弟娶媳妇儿呢，那可是你亲手养大的弟弟啊！这个事儿怪妈，妈没跟你商量，就把谢建华给灌醉了，你就原谅妈一回吧。是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被你们欺负的那么狠了。我硬的不行，来软的哈！老娘不吃这套。到底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给钱？景丫头，你就帮帮家里吧。你看你小时候，什么时候给钱？你爸和你弟今天去厂里面预支了点钱，又找人家借了几十块钱。你妈不求你别的，你就把你那个恶婆婆给看紧了，嘴严一点儿。只要你妹妹出嫁了，这事就好办了。早把钱给我不就好了吗？非要整这么一出。苏雪什么时候结婚？哼，是老虎，就这个月吧。那个不知羞的怀了孩子，那得快一点儿。哼，有利就全家一块帮苏雪坑害原主，现在吃亏了，倒是嫌弃起苏雪来了，恶心。她现在在哪儿？说出去办点事儿，到现在没回来。哎呀，我这气死我了！好了好了，消气消气。爸妈，你们这怎么了？苏晴这个白眼狼叛徒，要不是他胳膊肘往外拐，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可不是，只要等小雪结了婚，我一定把他们家欠我们的那些钱都拿回来。大姐，你还没睡啊？
过几天阿超就要娶我回家了。这么快？那个叫任超的不是有老婆吗？上辈子苏雪嫁人的效率可没这么快。果然，人还是得逼一把。他明天就要去跟他老婆离婚啊！你俩可真不道德，真不讲究。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任超跟他老婆没有感情，他们两个早就不爱了，原本就是打算离婚的。而且他老婆又老又丑，成分还有问题。哼，苏雪一个小三，倒是把任超老婆贬低的一无是处。大姐，等我嫁到任家去，王翠芬的老妖婆肯定就不敢欺负你了。她要是敢欺负你，我替你撑腰。哎呦，你人还是怪好的嘞！我今天没帮你，你都不记仇？不记仇？我们七姐妹记什么仇啊？那挺好的，我也不记仇，因为我的仇很快就要报。漂亮，好啊，郎才女貌。爸，爸，来，喝啊！建华，你一定要对晴晴好一点。你是男人，要懂得担待，知道吗？知道了吗？上一世我让晴晴失望了，这辈子我一定要让晴晴过得幸福美满。建华，真你过来，大伯有话对你说。行，妈，我去一下。去吧去吧。大伯，建华，还是你小子有福气啊，居然娶了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好看吗？好看啊，哼，好看。确实，苏晴打扮起来还挺漂亮的。我想什么呢？苏晴就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再好看也没用。来，大伯，来，倒上。晚上。来，你们都吃好喝好啊！该用什么办法把真相吐出去，让苏家也尝尝社死滋味呢？哟，苏晴，本来今天要和谢老二结婚的人不是苏雪吗？怎么变成你了？你还真是挺有本事的。还是人家知青会把握机会，休个探亲假就把婚结了，以后啊就能留在城里享福了。关你什么事儿？管那么多，一个个盐吃多了闲得慌。哼，做了亏心事还怪凶嘞。别跟他说话，她就是个坏女人，狐狸精，连她家里人都烦她。来吃啊！妈，我想出去上个厕所。哎，好，那去吧，小心点啊！哎，你的小红花怎么不在了？哦，刚刚一不小心弄掉了。也怪妈没有准备充分。自己扯掉的，带个红花多惹眼，待会儿都不方便干坏事儿了。妈应该给你准备一身绣荷的，也怪时间太紧了。不碍事，回头我去找来。妈，我先去了啊。哎，你去吧，慢点啊。哎，看看多好多懂事的孩子呀，善良体贴，还让人省心。哎呀，你看看。哎，我说苏晴跟苏雪肯定有事儿，啥事儿啊？咱不知道啊。是吗？我瞅就不对劲儿。哎呦，那肯定的，我不知道瞒着啥事儿吗？天哪，苏雪怀孕了！真的假的？真的。你没看到今天和谢建华结婚的是苏晴吗？亲身上阵真刺激，怪不得网络喷子无数，线下撕破脸的没几个。是真的，我甜的吱吱的，肯定怀孕。我的天哪，这事儿，哎，咱就看看呗。走走啊！哎，大家都听到了吧？刚才听到了。哎，我想了，这也是真的。我感觉也不假。
王翠芬说苏晴的嫁妆有辆自行车。自行车啊！哎呀，自行车！苏家给苏晴做陪嫁，苏雷那小子就没得骑了。哎呀，这可不像何来地的作风啊！哎，大家要想看戏，咱去找王翠芬。哎，走！招待不周啊，大家没有吃好，对不起大家了。那你们就慢走啊，慢走啊，有空来玩啊！肯定来，慢走啊！哎，翠芬，苏家今天双喜临门，你知道不知道啊？她先嫁个大女儿，这小女儿又定亲了。挑事情，苏家双喜临门，关我啥事儿啊？哎呀，咋不关你的事儿啊？你知道今天来定亲的那个男的，哎，30多岁了，还是个二婚，我们乡亲都说不配，可何来地就说是你家苏晴的错。什么？哎呀，对，他说呀，这苏晴刚刚抢了苏雪的工作，哎，又害了苏雪，把婚给退了，这名声也不大好。要不然苏雪啊，怎么可能嫁这么一个男人？何来地居然敢说我家苏晴？对，哎，他狗日的，居然敢倒打一耙！看我不去找他算账去！哎，对，我带你去，我知道他现在在哪儿。走。哎，妈，别走，你等等我。哎呀，我先去看看怎么回事儿。你去把谢建华和谢瘸子他们叫上。对，你赶紧去叫人，免得待会儿啊你婆婆吃亏。哎呀，不用，我们俩替你去吆喝他们父子，你们呀，快去找何来地闹事儿去。咱们啊，等着看热闹来。走，快去！这帮街坊邻居怎么这么爱八卦？苏晴啊，我告诉你，今天苏雪订婚，那场面可大了。哎呀，对呀，你爸妈呀对你够偏心的。还有啊，你回去和你婆婆好好对付他们。婶子，这么明显的挑拨离间，你们是生怕我们两家打不起来吗？哎呀，没有。何来地，我就是看何来地儿，他太张狂了。去年我儿子下乡，他竟然当面说我没本事，我连儿子都护不住。看来何来地平时得罪人太多了，不然也不至于墙倒众人推。这么个大事儿，是对啊，太不强了。何来地，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我儿媳也是你能欺负的？你真以为晴晴没有依靠啊？自己干的烂事儿，把脏水全都往她身上泼！你看我不弄死你！他确实对不住他妹妹啊！况且今天是小雪大喜的日子，你竟然上门来闹事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看我看我欺负我这晴晴啊！你看我妈，你说你当年让我下乡，我也下了；谢建华我也嫁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让我死吗？哎呦，我可怜的晴晴，你怎么摊上这么个糟心的亲妈呀？哎呀，别打了！何来地他就是那种人，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要是真把他打出个好歹，回头他跟你要医药费。哎呀，就是啊，你看都成亲家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何来地，我告诉你，下次再让我知道你在背后说苏晴的不是，我饶不了你。哎，这王翠芬这么护着苏晴，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苏晴的亲妈呢。真没想到，王翠芬只是听到有人说我坏话，就火急火燎来替我找回场子。做她的孩子确实很幸福。芬儿，你没事吧？芬儿，你没事吧？委屈你了。妈，没事儿，我们不用理这种人，公道自在人心。各位街坊，我知道大家最近在背后总是说我，但我对天发誓，如果我使了手段嫁了谢建华，天打五雷轰。是，我们都知道，你这孩子打小就来事。哎呀，那可不是嘛！从小啊，帮家里做饭、洗衣服、带弟妹，这哪会抢他妹妹的亲事儿啊？是啊，是啊。哎呀，秦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呐
都相信你。哎呀，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哎呀，晴晴啊，晴晴，别生气了，以后妈疼你。妈，我不气，你也别生气，气坏了对身体不好。走。你来我房间干嘛？啊？不对，我俩今天摆酒席也算是夫妻了，他在这儿确实合理。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还不收拾行李？你不是要走吗？我什么时候说要走？今天才摆酒，哪有马上就走的道理？啊？你不走？谢建华，你要走哪里去？今天敢出这小院一步，以后你就别回来了。妈，我没你还说那么大声音，我在隔壁都听见了。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说走就走？你走以后，晴晴以后可怎么办呢？哎，妈，谢建华真的没说他要走，是我多嘴问了一句。妈，刚才他……哎，晴晴别怕，妈没吼你啊，妈吼谢建华呢，你别帮他说话了。哎呀，晴晴啊，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善良了。妈，你的善良不要用错了地方，你知道吗？你看看，你看看，你亏不亏心呐？晴晴都这个时候了，还帮着你在说话。我亏心？我刚刚进屋，什么话也没说，都是苏晴问我要不要走，而且我明明没说要走。妈，你刚才听了那么一点，就给我一顿痛骂，还说我亏心？你少在那儿小便啊！哼，我还不知道你咋对晴晴的。哼，我今天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敢不敢踏出这道门。妈，他真没说要走。哎呀，晴晴，你就别给他狡辩了。你放心，妈给你撑腰啊！哎呀，妈，你怎么说出谢建华？你今天敢踏出这个房子半步，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不是，以后苏晴才是我王翠芬的嫡长女。什么？你俩还真是昏君和奸臣啊！建华，你……哎呀，我不走，我睡觉行了吧？这闷葫芦平时就不爱说话，他现在不说走了，那他就是服软了。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消停，他心里不知道想着什么鬼点子。他要再敢胡闹，你找我，妈替你收拾他啊！妈，我知道了，您去休息吧。哎，去休息啊！好，去休息，去休息，乖啊！你们也早休息啊。对不起嘛。对不起就对不起，不要叫妈妈。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知道就好了，下次不要再犯。看来这辈子谢建华没打算离开，是因为王翠芬对我态度不同。我知道跟我结婚你是被逼的，留下来也是被逼的，所以你放心，等这个风声一过，过个1年半载的，我就和你离婚。那500块彩礼我全都退给你。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啊。你别拿拒婚当儿戏。我既然娶了你，就要对你负责，养你一辈子。何必呢？你不愿意？不是我不愿意，是你本来不就喜欢苏雪那款吗？你又不喜欢我，而且还讨厌我，应该觉得我很有心机。刚认了错，又胡说八道，栽赃陷害我。沟通就沟通，干嘛不让人说话？我没不让你说话，我只是想让你
听我说两句。第一，我跟你妹妹没有交情。他是在跟我解释吗？第二，我也不讨厌你。你不讨厌我，那你喜欢我吗？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不装懂，你先好好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唉，躲我跟躲瘟神似的，看来对我没什么想法。唉，幸好是做梦，要不然我怎么能毫不犹豫地睡了谢建华呀？现在能让我去摸他腹肌？哎，我现在连他手指都碰不到。收拾东西。大哥，二弟，你要走啊？没有的事。我还以为你真要走。你要走，大哥肯定支持你。苏家太不地道了，妈给了500彩礼，他们就拿苏晴这样的丑婆娘凑数。大哥，苏琪现在嫁给我了，这些话你以后少说。好心当成驴肝肺，关心你还不领情了？菜来了，菜齐了，快吃快吃啊！建中，吃饭啦！不吃，没胃口。又没胃口，谁又惹他了？这不是大哥惯用套路吗？他身体不好，如果他生气不肯吃，我们都得让着他。都怪我，我去喊大哥回来吃饭。哎，大哥不是说他没胃口吗？你别管。我说错了吗？你给谁使眼色呢？让谁别管？晴晴没说错。妈，老二，你给我坐下。劝什么劝？走。大哥说了，他不饿。那么大个人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咋回事啊？这一点也不像妈平时的行事作风啊。对啊，往常大哥不吃饭，妈是最着急的，总是想办法去哄他。可是现在妈的心思好像都没放大哥身上，倒是一直给二嫂夹菜。闭嘴，吃饭。多吃点啊，补补身体。谢谢妈。哎呦，你这衣服怎么够破了？你一会儿脱下来，妈帮你补啊。谢谢妈，我知道了。哎，好，哎，快吃啊，快吃。妈，你缝的真好，这针脚真密实。哎呀，我这手艺算不上好。哎，这个衣服呀，有些旧了，下个月妈多攒些布票，给你做身新衣服穿。大哥，刚刚妈没叫你来吃饭就算了，现在还对苏晴笑得那么开心。大哥对我的表情好奇怪啊，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惹到他了？哼，建中啊，从小就是那鬼样子，别理他。你给谁甩脸色呢？这大喜的日子你还坐上，万一吓着晴晴呢？妈，我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待会儿出来，你再摆那臭脸色，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哼！我怎么就生了这么几个糟心的孩子？大哥做的确实有点过分，有你这样的妈妈，我做梦都不敢想，她有什么不知足的？那你做我的女儿好不好啊？传书前，我只是个没有依靠、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想到在这一时，居然能碰到一个真心想要保护我的婆婆。好，妈妈，我肯定比何来娣对你好。谢建中他不识货，我才不管他呢。那是肯定比何来娣好，但是没关系的，妈妈，大哥是你亲生的，就算对他好，我也不会嫉妒的。不，你放心，在我心里呀，谁也越不过你去。你站那儿干啥呀？拿个扫帚也不回房间，收拾自己屋子也不上点心。干嘛？想偷听啊？
没有。建中啊，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的，你才不稀罕他呢。哎，你看看，他就敢在我面前闹闹脾气，碰到他未来的媳妇儿，那个谄媚没出息。现在说有点早吧，大哥还没说清呢。没说清，那是他自己不愿意拖着呀。啊，大哥不愿意？大哥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他是看上了隔壁的张大红。张大红，原著书里的路人甲大嫂啊。那既然喜欢，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亲事定下来？哼，他喜欢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不喜欢他，都试探过了。人家张大红家不急着嫁女儿，人家等张大红的弟弟长大了，人家嫁女儿换彩礼。这张家对女儿也太苛刻了。苛刻有什么用啊？你大哥愿意呀。张大红不结婚，你哥就死犟着不结。没想到谢建州居然还是个情种。他有喜欢的人，所以坚定选择等。那谢建华结婚这么快，那谢建华以前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当然没有，绝对没有。哎呀，跟你说，建华从小就爱装，爱在那些野小子面前啊当大哥，对那些哭哭啼啼的小女孩哦根本不上心。哎，你千万要相信他哦。看来当着谢建华的面还是得多哭，这样才招他烦。我跟你说，青青，他以前啊没有喜欢的女人，他以后妈也不允许他有喜欢的女人，妈只认你一个儿媳妇儿。婆婆你真好。哎呀，你这孩子老实，说的话都是真话。以后你缺什么就跟妈说，妈给你想办法。妈有私房钱，妈就爱给自己的孩子花。你给妈3个月时间，妈保证把你养的呀白白胖胖的，出门啊就是个大美女。妈，你对我可真好。我还在观察阶段，他就已经把我纳入了自己人的范围，付出时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难道他是上天派来补偿我前30年所欠缺的母爱的吗？妈，你以后就是我亲妈。哎呦，妈，我的屁股！我太激动了，没搂住劲儿。没关系，没关系。翠芬啊，红薯烤好了。你看，妈还是不忍心大哥饿肚子，所以给他烤了红薯。就是。青青啊，快吃。给我的？是啊，看你今晚没怎么吃饭，饿了吧？快趁热吃。妈，那你吃第一口。你怎么这么贴心呢？妈不吃，妈晚饭还没消化呢，妈不饿。我要吃，我也要吃。你们俩要吃个屁！晚上吃饭不好好吃，这会儿闹什么？滚回去玩。晴晴，你回房间吃，在这儿吃了凉风，闹肚子啊！回屋吃啊！你想吃啊？分你啊！我不吃。我以为妈烤这红薯是给大哥的，没想到是给你的。哦，妈辛苦奔波一天了，谢建中自己不想吃饭，在那闹脾气，还得妈死乞白赖哄着，凭什么？他还一点都不知道心疼，饿着活该。你说的有点道理啊。翠芬啊，你看可不可以再烤一个红薯？今天就烤了一个。你饿了啊？不是我，咱们老大今天不是没吃晚饭吗？你看你要不要送点东西给他垫一垫？他太饿了，晚上睡不着。哦，对了，我看今天收的礼品里有花生糖，建中应该爱吃。谢瘸子，宠儿子也不是你这么个宠法。不是，老大都23了，这么大个人了，还要人管饭呢。平时不是你最宠他吗？你这不倒糖一耙吗？这不是？你说什么？没有，那行，那就听你的，饿他一顿，也让他长长教训。
改改这臭毛病。都是你惯的，早就该改了。哎呀，你看，我说你嘴硬心软吧，还是舍不得见钟的。哎呀，这个好吃，多吃点儿啊！王嫂子，翠芬她疯了吧？她，翠芬，我没看错的话，你把花生糖给苏晴了啊？你真的把花生糖给苏晴了？你为什么给她呀？你呀，晴晴啊，就爱吃这些花生啊、瓜子呀这些小零食。那既然我这儿有，那我肯定要给她的呀。哎呀，你不知道呀，我把花生糖给她的时候呀，她笑得可乖了，把我的心都化了。晴晴啊，可真是个好孩子，比我们这几个白眼狼可强多了。好孩子，你怎么看出来的呀？你不懂，晴晴这孩子从根儿上就是个好孩子，你对他好1分，他就还你好10分。你可别拖我后腿啊！我警告你，我以后可是要靠晴晴养老的，你可不准欺负他。要是让我知道他在你这儿受了气，我手。翠芬，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的时候被苏晴逮到把柄了？你胡说什么呢？什么把柄不把柄的？前2天晚上啊，祖宗给我托梦了，我那几个孩子都不孝顺，只有儿媳妇对我好。哎呦，这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能被梦左右呢？何况这梦都是反的。咱们家这几个都是好孩子，以后肯定会孝顺的。梦是反的，我看你才是反的嘞。既然你都不信，我就不该跟你说。你烦不烦呀你？哎，行，我不问了，你心里有数就行。正好这段时间呀，给建中一个教训。你说他明明知道你关心他的身体，他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威胁你，也确实挺不像话。就是。你也别太生气了。好。大哥，你在干啥呀？赶紧上床睡觉。我在等妈给我送饭呢。那你就别等了，妈把花生糖和烤红薯都给了苏晴，就烤1个，没多的。什么？我知道了，妈一定是为了气我，故意拿苏晴刺激我，想让我服软。哼，我不可能屈服的。还有苏晴，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在妈给我道歉后，连带着你一块收拾。哥，你的肚子在叫。没有。真的，你的肚子真的在叫。哎，闭嘴，睡觉。哎，今天去单位上班，听同事们说，那个任超这个单位有人贴大字报，说他私生活不检点，搞破鞋。那个大字报里，除了那个指名道姓的点了苏雪，说她未婚先孕，还隐晦的说了2个已婚女同志。哎呀，老二，还好你换了老婆呀。这你要是跟这个苏雪在一起了，你常年不在家，这苏雪还不得继续跟那个任超勾勾搭搭？行了，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叭叭什么呢？一会儿我吃完饭，我收拾收拾，去苏家看看。哎，吃饭。本来我也是为了顺水推舟才把事儿闹大，让晴晴替嫁。要是苏雪因为这事儿寻死，我可一辈子都睡不着啊！妈，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去。啊，毕竟这事儿是我最开始抖落出去的，苏雪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哎，吃饭，快吃饭！何来弟，苏雪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了没？什么意思啊？一个黑心老太婆，这事儿是不是你宣扬出去的？大字报是不是你写的？我掐死你！蠢死你个死老太婆呀！妈，老娘连字都不会写，哎呀，还写大字报？别打了，写你个仙人板！妈，打死你！
说话呢？你们自己做了亏心事，让人抓住了小辫子，还怪我们？你当我们愿意来这儿啊？如果不是怕被连累，亏我婆婆还操心苏家。原来妈真的不是被苏晴花言巧语蒙骗的，就冲苏晴这护着她的态度，妈那些钱，还有烤红薯、花生糖都没白瞎。不过明明没有我，就不存在这段婆媳关系。可这两个女人，为什么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一个坑我毫不手软，一个骂我毫不嘴软，我好像就是他们俩巩固感情的玩具啊！你现在冷静了？你有空冤枉我婆婆，你要不好好想想，苏雪到底还得罪了什么人？难不成这事儿是任超的前妻说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哎呀，不管是谁说出去的，反正苏雪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她在屋里养着呢。事情没闹开还好，闹开了，孩子就是偷情的铁证。现在孩子没了，还能狡辩是自己病了，或是找其他借口。他不会自寻短见了吧？他现在人没事吧？红糖水都喝上了，还能怎么样？比我当初生你的时候待遇还好。照我说呀，这孩子早就该打掉了。苏雪这丢人现眼，未婚先孕，你们家不但不教育她，还捂着她，真是丢人呐！王翠芬，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我？哎，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婆婆，既然孩子已经没了，这事就到这儿了。这苏家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了，不要再吵了，我们走吧。好，好，好，我们回家。你走。妈。那何来弟脑子不清楚，苏雪脑子还是清楚的，知道那孩子不能留，自己把他解决了，省得咱们多费口舌。好像是他未婚夫的主意。哦，昨天有朋友看见他们俩见面了，当时他俩的脸色都不太好看，这估计说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啊。你找人盯着他俩了？没有，只是有朋友碰巧看见了罢了。有这么巧合的事儿？我不信。不过没关系，现在一切都是稳中向好的发展。走，回家。晴晴啊，你今天正好放假闲着，我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开始学习吧。啊，学习？对，你现在还年轻，正是学习的时候。以后的社会啊，是读书人的天下，你可不能在这上面吃亏啊。建华，赶紧过来，我给你交代个事儿，快！妈，什么事儿？我把你弟弟妹妹的小学、初中课本都找出来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教晴晴读书。哎，晴晴的基础弱，你慢慢教，不许凶她。我这……晴晴啊，咱慢慢学，不着急啊。你学多久都行，你学10年书，妈就供你读10年，直到供了你考上大学为止。啊！我这辈子本来没想考大学，只想改革开放后随便做点生意挣点钱，买几块地皮建房等拆迁，后半辈子就能躺平了。可王翠芬现在都这么说了，好吗？我答应你，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以前让老四上学，他总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还是晴晴乖巧又上进。哎呀，晴晴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如果学习实在不开窍，考不上大学没事的，妈养着你，不会让你过得比别人差。谢谢妈妈，你真好。妈，工农兵大学靠的是单位推荐。我的意思是，这读书学习什么的没必要，不如让苏晴找个好单位好好工作，争取推荐什么的。你没见识的很，工农兵大学生才招生几年呀？以前的大学都是考上的，以后也要考大学。不相信你看着，跟我比，你还嫩了点儿。就是。明明我在自己家里，为什么面对他俩，总有种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感觉？妈，我教还不成吗？苏晴，你想从几年级开始学？哎，
小学1年级，慢慢学。其实不至于的呀。老娘以前一直是高材生，后来还保研直博了，怎么可能需要从小学1年级开始学起？你什么学历？我啊，高中。哎呦天哪，你还读过高中呢？那我就从高中开始学好了。你，小学、初中的那些知识，以前跟知青大姐都学过。你确定？晴晴，你可真努力呀，又聪明又上进，以后你肯定会有大出息的。妈，要不你先忙去吧，你在这儿耽误晴晴学习。行，那你慢慢教啊，慢慢教，你好好教啊，好好教，我去给晴晴做鞋去。你不用教了，高一的知识我全都会。什么？真的，这些题对我来说并不难，我给你看看。全对。我真应该相信妈的话，让你去读大学。这还没到，瞧，晴晴，晴晴，先别学了，来，这是我攒了2周的粮票，给你做的蒸蛋加餐，尝尝看味道怎么样？怕什么呀？偷吃个鸡蛋有什么？谁回来了？是苏雪。王阿姨，我找我姐有事儿要商量，是工作上的事儿。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大姐，任超安排我明天继续回这一厂办公室上班，但是现在外面传言对咱俩都不太好，要不我们统一口供，对外换个体面点的说法。你们怎么想的？咱俩本来就是话题中心，还往一块凑，这不是搞事儿吗？你就非得到这单位上班？咱们单位的主任是他的舅妈。我知道，我打听过。我的意思是，你的男人能不能给你找别的关系啊？就非得把你往这一厂办公室里塞吗？现在的工作紧俏，任超能给我找个临时工职位已经不错了。那你找的男人也不怎么样嘛，还巴巴的凑。哎呀，是，他逼我打掉孩子不说，还逼我去工作。我本来想在家里休养1、2个月的，他还骂我。他是不是还暗示你可以多干点苦的累的，证明自己没怀孕？这不是没办法吗？唉，女人哪有自己的前途重要？任超都被人举报了，为了证明清白，只能把苏雪推出来。不好意思啊，我并不想成为办公室那几个人的茶余饭后的谈资。走吧。哎呀，大姐，家里出了这档子事儿，不仅拖累我，还会拖累你的。你就帮帮我嘛，求求你了。这样，我不让你背锅。要是他们问起来，你就说工作和婚事是家里为了让你留城想的招，好不好吗？不好，这么一说，显得你们好像很伟大哦。哦，为了我留城，毁你婚事，你们干的龌龊事，凭什么要我给你们遮掩？大姐，既然你知道张主任是任超的舅妈，你不帮我，就不怕你的工作出问题吗？哼，威胁我？据我所知，张主任好像没有随意开除员工的权利吧？而且，如果张主任给我穿小鞋，就不怕我婆婆上门去骂他？哎，更何况你们家有把柄在我们谢家手里，
张主任敢开除我吗？哎呀，大姐，我知道你最心软了，你之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嘿，行了行了，出去吧，要嚎去你家嚎去，跑到这儿哭哭啼啼的。晴晴就是因为平常乖巧温柔，才被你们这种贱人欺负的。出去出去，走！以前就是晴晴太柔弱好欺负了，你们这俩贱人再敢欺负她，有什么好看？等等，出去！想要对口供，换个说法也不是不行。就说你觉得谢建华不行，闹着不肯嫁，妈又不肯退彩礼，只好推我出来替嫁。姐妹换亲，所以有了流言，这样你只能嫁给任超。这也行吗？但是这样说，我觉得我的良心特别过意不去。我的良心要300斤粮票。什么？300斤粮票，这也太多了。还是晴晴聪明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苏九辉办公室上班已成定局，还不如换点粮票回来实在。300斤粮票还嫌多呀？那就把事情闹大，任超抓去牢房，这样我才能解气。哎呀妈，你就当看在粮票的面子上行不行？那也不行。雪妹妹，你看我们真的很为难了，我们真的很难过，我们受了那么多的流言蜚语。300斤粮票真的是良心价了，再少我根本就说不出口。行，你给还不行吗？我这些粮票给你，同事们要是问起来，你可得好好说。那当然了，反正真相早就扑朔迷离，我怎么说都无所谓，人家只会相信自己想信的版本。妈，这粮票给你了。我拿着。哼，苏晴，你还真是可怜，有什么东西都要全给恶婆婆，胳膊肘往外拐。可你自家人又怎样？自己还不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哼！你这妹妹是不是傻呀？被坑了还喜滋滋的走了？不知道。哎，晴晴，你把粮票给我了，你就这么信任我？那当然了，你是我在这最信任的人，而且整个家上上下下都是你在操持，你拿着吧。我和你爸结婚这么多年，你爸从来都没有给我这么多票让我花。你放心，我就换点东西，完了还给你，或者让建华保管。妈，这东西你不用再给我，也不准给谢建华，我给你的你就好好保管。哎呀妈，女人真的要先学会爱自己，不能只对孩子好，你要先对自己好。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值得的，你值得大金镯子，值得好多好多的钱，值得的，你值得大金镯子，好多的钱，好多好多的粮票。这样你才能赢得爱与尊重。你说什么？我值得？没错，你如果什么都不要，只是一味的溺爱，你只能养出白眼狼。是，我是养了几个白眼狼。你刚刚说的话都是对的，是金玉良言。我花，就给咱俩花，谁都不给。妈，这东西不用再给我，也不要给谢建华，我给你的你就收着。而且妈，做女人一定要懂得先爱自己，不能只对孩子好。你要先对自己好，能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值得的，你值得戴金镯子，值得好多好多的钱，好多好多的票，这样你才能赢得大家的爱和尊重。没想到我重活一世，竟然是苏晴跟我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对，晴晴和建华现在去上班，忙活1个月，好不容易挣点工资，还得交给家里，一直这么下去，晴晴实在太吃亏了。我的私房钱和谢瘸子的工资都够养孩子，不差苏晴的那点补贴。晴晴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让她寒心。哎呀，你这大半夜你干嘛呀你？哎呀，你看谢瘸子，咱们分家吧。分家？这现在建中跟健康都没结婚，这分什么家呀？这我不管，先把老二他们分出去。以后哪个儿子结婚了，就让他们出去单过。当然，我以后要跟老二媳妇过。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啊？不是。好你个谢瘸子，你个狼心狗肺的！我当初还怀着孩子呢，你就杳无音讯。是我替你把婆婆养老送终，我替你养了几个孩子，你就这么对我？你坑了我，现在还要让儿子坑我，晴晴啊！行，分，你看这样好不好？趁着建华在家，明天咱们家庭会议分。哎呀，晴晴对我那么好，绝对不能让她吃半点亏。晴晴啊，妈想好了，等一下人都到齐了，我就说分家的事儿。啊？为什么？妈，你为什么突然想分家啊？哎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你打算吗？你想啊，你跟建华是双职工，都有工资，你们把钱全都交给家里了，你们太吃亏了。王翠芬家族观念这么强，竟然为了我主动提出分家。以前呀，我想我把老二养大了，替他娶了媳妇儿，没有亏待他，他不能吃尽了家里的资源，就不管家里没有长大的弟妹。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我不在乎他了，我不能为了那20-30块钱跟你闹矛盾，那不值，太不值了。本以为穿越到这个陌生的年代要面对很多困难，可现在困难还没到跟前呢，绊脚石就被扫清了。哎呀妈，你最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那是，太爱你了。姐，他们俩又在想什么坏事？哎，不知道。自从二嫂嫁到咱家来，妈就跟她好上了。两人老是凑在一起说话，说完话妈就来收拾我们，可烦人了。哇！先别动筷子。吃饭前我要宣布一件大事。从今天开始，咱们分家。啊？我不同意。我才刚结婚，花了家里这么些钱，还没回报家里就分家，这不合适吧？没错，我作为大哥，我也不同意。现在分家不公平啊！我俩也不同意。大哥现在的工作只能养活自己，家里除了爸就是二哥和二嫂在工作，他们分出去了，我们以后还怎么吃得上好吃的？不是，说是家庭会议，但这个家是我和你们的爸爸是一家之主，钱都是我们俩赚的，我们俩都觉得能分，你们几个小屁孩有什么不公平不能分的？我不管，妈，你以前从来不会计较家里这些小事的，怎么会无缘无故想到分家呢？肯定是他教唆你。没错，阿嫂，你别那么自私行吗？难怪婶子们都说你是狐狸精，原来你勾引的不是我哥，而是我妈。我没想到你是这么爱计较的人，我对你真的很失望。不是，真跟我没关系，我没撺掇婆婆分家。谁跟你们说？是苏晴教唆的，这个事儿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谁再敢多说半句话，谁就给我滚出去！行，我不管了，
反正我不同意，你们吃吧，我不吃了。哎，哼，只要我先中，妈一定会把我哄回去。3、2、1，他怎么还没来？哼！谢建中，谢建中，我告诉你，你少在这给我摆脸色，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狼心狗肺的东西。不是，妈居然骂大哥，我从来没听过妈对大哥说这么重的话。怎么，我说错了吗？你小时候，谢瘸子给你几颗糖，让你带弟妹出去玩，结果你把糖全吃了，一颗都没给他们。长大点儿，有小崽子骂你废老鬼，你二弟帮你打人，你不仅不感谢他，回头打架你还帮着外人打自家人。哼，你反对分家，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家庭团结，你是又想享受家里的资源，又怕公平分家后你结婚的彩礼你二弟少丢人，所以你不惜威胁反对分家，你实际上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阴暗货色。哎呀，妈怎么能这么说我？她以前最疼我了，根本不可能对我说这么重的话。爽，我把上辈子到死都说不出来的话全部发泄掉，真爽。哎呀，小华呀，你妈这是说的啥呀？她这一刀一刀的往你大哥的心上扎呀，这你大哥他受不了啊。没事，我去吸引火力。啊，这就晕了？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我就不信妈不心疼我。谢建中，你少给我装！以前我一说重话你就装晕，我那是心疼你，不跟你计较。现在不一样，老娘我不吃你这一套。哼，我告诉你，这个家分定了，以后大家同吃同住，但是钱各管各的。还是那句话，谁不服谁滚蛋！去你的！觉醒后的范儿霸气啊！哎，晴晴，晴晴，你弟苏雷在外头欠了人家钱，人家找上门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事儿？欠了多少钱？整整200呢！听说还不只是钱的事，被人闹上门来了，你爸都被打了，坏名声传出去了，定了亲的女方估计会上门退亲的。退亲也活该，拿卖姐妹的钱结婚，苏雷也好意思。哎，妈，你今天中午不用做我的饭，我打算去苏家八卦八卦。哎，你八卦到什么最新消息？记得回来告诉我。又可以听故事了。来，苏晴，你怎么回来了？爸，你这被弟弟招来的债主打的也太严重了，去，下手这么重，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门了吧？你知道还不赶紧替你弟弟凑钱？在这干看着。哎，你现在手里面有多少钱？你拿出来替你弟弟凑个数啊！你手里1分钱都没有啊！哎呀，没有，1分都没有，我的钱都给婆婆保管了。什么？什么？哎呀，哎呀！哎，爸妈，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不是要跟我签断亲书吗？那我工资发下来，不能给2位长辈保管，只能给婆婆了呀。哎呀，你是不是傻呀你呀？我这是敷衍你婆婆的，你不会全部都当真了吧？爸，话不能这么讲，我婆婆对我很好的，我不能敷衍她，这样不好，这不孝顺。哎，妈，你当时给弟弟说亲的时候，不是跟媒婆讲，做儿媳妇儿一定要乖巧孝顺，不可以偷偷拿钱补贴家里，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个死丫头，你这脑子被你给糊住了。我那是娶媳妇的时候这么说，嫁过你能这样吗？妈，那你瞎说的。
你滚滚滚！看见你就烦，滚出去别回来了！哎呀，滚！走！走！你看这苏晴啊，她就是孝顺。听说她爸被打了，她赶紧过来看看。哎，幸好有什么用？她都嫁到谢家去了，这财政大权啊，那都恶婆婆掌握着，苏家指望不上。确实，这苏晴就是没有苏璇有出息。完喽，又有人要遭殃喽。哎呀，死丫头！你爸被打的第2天，你大姐就回来探望，你呢，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你这个白眼狼真是！苏家跟谢家就隔了一条街，但跟人家隔了那么老远，我都不知道我爸被打了。大姐也没告诉我。行了，别说那么多了。你现在有多少钱？都拿给我。还要钱？人家给那些彩礼呢？你们都花完了？早就被你弟弟给赌光了。哎呀，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反正现在家里面没钱，你必须得掏，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和你弟去死啊！嘿，雪丫头，当初你偷偷的怀孕啊，哎呀，你当初偷偷的怀孕，我可没说你，还想办法让你嫁给任超。为这事儿，你姐到现在还埋怨家里，你竟然见死不救！妈，你说这个干什么？这话是能往外说的吗？妈，我是真没钱了，这块表你就拿去卖了换钱吧。哎呀，家里几个孩子当中，就你最孝顺，不像你那大姐，蠢的要死，1分钱都拿不出。哎呀，哎，行了，走了。大姐，刚刚你都看到了？看到了，我一早来上班就看到他来找你了。家里的事儿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告诉你，你会去送钱吗？为了堵苏晴的嘴，我给了300件粮票。妈那边现在就要了1块手表，可以后她肯定会要更多的。唉，没关系的，反正妈来找我要钱的事，我不提就没人知道。等这段时间过了，任超那边工作稳当了，我再生个大胖小子，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有的是他们看我脸色的时候。他又想到啥事自我安慰了？这时候还笑得出来？哎，晴姐，你刚刚怎么啦？看我不整死你们！哎，我二弟赌博欠了200块钱，债主把我爸打了。我妈妈应该是问妹妹借钱的吧？她也问我借过，我真没有钱。大姐，说什么呢？爸妈又不是没钱，怎么会问我们要？这些家丑，难道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吗？哼，你们做尽了丑事，在书里还逼死了原主，我才不会帮着遮掩。行了，我不讲了，反正家里那些破事我也不想说。哎，都回去吧，回去工作。蠢成这样，怪不得是我1分钱没有。人家出这样的事，是兵王雀分，现在防你跟防贼似的。菜齐了，开饭。又吃白菜，我不想吃白菜。不想吃就别吃。别人都是恃宠而骄，谢建康都失宠了，还在闹什么呀？妈，你做的炒白菜好好吃啊！你厨艺真好。好吃你就多吃点儿，也就是家里现在这条件，以后有肉的时候，妈做的更好吃。妈，你不是买了鸡蛋吗？什么时候吃炒鸡蛋？或者蒸蛋也行啊。我不要吃白菜，我要吃蒸鸡蛋。吃就知道吃，没让你饿肚子就不错了，还嫌弃嫌发的。我不吃了。这孩子毛病。我去看看。哎，老大你别去。
真是爸妈辛苦一天了，看着都心疼。哎，怪不得翠芬喜欢苏晴，嘴巴这么甜的孩子能不招人喜欢吗？不像这俩跟棒槌似的，只知道气人。哼，该死的马屁精，居然敢踩在小爷我头上吹捧爸妈，必须得给你点脸色瞧瞧，让你知道这个家里到底谁才是老大。那周末洗碗的活都是苏晴在负责，我偷偷溜进厨房，把碗全都砸了，就不信妈不骂她。可是害怕，万一二嫂告状，妈会骂我们的。前2天听说妈要给二嫂做新衣服，她都没给我做呢。妈现在可喜欢她了，你是不是傻？咱们俩就得离间苏晴和咱妈，让她一个外来的再也不敢跟我们争。你说的也对，那好，我们就按计划进行。好你个苏晴，偷吃鸡蛋羹！姐，你看那是谁？妈，你也偷吃！我要告诉爸和哥。爸、哥，嫂子和妈偷吃鸡蛋羹！这是怎么了？你们今天怎么都回来的这么早啊？妈，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我们今天回来的早，我们也不会发现你们居然干这种事情。没错。妈，苏晴，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们居然偷吃家里东西，太自私，太过分了。这么做确实不好。你们说完了吗？说完到我说了，这个事儿和妈没关系，是我让妈吃的。我想过，如果只是我偷吃，你们最多是震惊和生气。可是你们现在是完全不能接受。如果你们是不能接受，那你们就是不能接受我婆婆背着你们偷吃好东西。就是因为你们自私自利，认为妈有任何的好东西都应该先分给你们一杯羹。我现在在这儿就说清楚了，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没花公家的1分钱，是我给妈的票，让妈去吃饭。我乐意，我不心虚。我嫁进这个家就是给我婆婆做靠山，我苏晴就是要给我婆婆王翠芬花钱，而且我乐意，我不心虚。原来有人能在这个家替我撑腰的感觉那么好。二嫂，怪不得妈疼你，你天天拍马屁，拿钱来讨好妈，你个卑鄙小人！废话，家里这么多孩子，妈不去疼这个听话、孝顺、懂事的，要去疼一个气死人不偿命的吗？就是，你觉得我做的不对，你把他们都叫来，只有苏晴站在我身后替我争论。哪个孩子懂事，哪个孩子气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偏心他，怎么了？哎，行了行了，这本来就是小事，没什么可闹的。这老二媳妇孝敬婆婆啊，也是件好事。大家都解释了，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啊，算不了。弟妹，你私藏钱，还给妈钱让她帮忙张罗的事，二弟不知道吧？建华他建华他就是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又怎样？我花我自己的嫁妆养我自己身体，谢建华应该没有资格不同意吧？就是，现在都分家了。再说这老二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以前建华是广招，但现在苏晴嫁进来了，就算分家了，他和二弟也是一家人，他单独花钱给自己补贴，不合适吧？哼，我看你们怎么狡辩！背着二哥藏钱的事，二嫂你该认了。烦死了！老大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他现在真对着咱们俩，这怎么办呀？大哥，
这个事我自己会和谢建华解释清楚，我相信他也不会管，也不敢说什么。但你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们就把话都说清楚吧。分家之前，你每个月花20块钱给隔壁张大红买雪花膏的事，爸妈不知道吧？你怎么知道的？废话，老娘是穿书的，掌握这个家所有的八卦，当然知道。你管我怎么知道的？妈，大哥做这种事都不跟你跟爸商量，好过分哦！哎呦，建中啊，你之前每个月只给家里10块钱，你把其他的钱都给外面的女人花。可怜的晴晴呀，分家之前把所有的工资都给家里。算了妈，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还有点工资。我跟大哥不一样，我对你天下第一好，我明天就给你买雪花膏。晴晴，还是你对妈好，不像妈这几个亲生的都是白眼狼。妈，你是不缺这些东西，我才没给你买的。你要是要的话，我给你买便是。唉，蠢直男，婆婆才不缺那钱花，她只是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吧。不要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给张大红花钱，我只是没说罢了。你要是有心给我买，我早就收到了，还要等到今日今时，妈不会逼你的。妈，你得要啊！你养大哥10多年的感情，收一个雪花膏而已。真的要？咱俩不是演戏吗？这么坑老大不太好吧？他是你亲儿子，怎么能叫坑呢？而且你不想要2个雪花膏吗？你一定要收下子女对你的好，这样他们才会把你放在心上。哎，大哥，我不管你送不送妈，反正我明天送妈1个雪花膏。开门。建中，这次行动怎么这么快啊？爸，你懂什么？苏晴今天都这么说了，我当然得连夜去百货大楼买雪花膏啊！我今天要是比他晚送到妈手里，那我不是输他一筹吗？好，进来吧。妈，这是我给你买的雪花膏。哎呀，孩子长大了，知道孝顺了。你送的礼物啊，妈收下了。妈，你不怪我？妈不怪你，只要是你送的，妈都喜欢。那我先去睡觉了，妈你记得用啊。哎，快去睡吧。建中这孩子最近在家里可是不受待见的很呢，我估计他自己都没想到，送这个雪花膏就被你夸了一顿。谢瘸子，给我拿个镜子过来。哎，快点快点。好来。哎呀，都是晴晴教的好。晴晴说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次儿子得到表扬，下次会对我更好的。建中这孩子，虽然以后未必会孝顺，但也不算坏透了。他的婚事啊，哎，我就张罗张罗喽。苏晴还真有办法，几句就能缓和芬儿和建中的母子关系。这儿媳妇儿，建华还真是娶对喽。1977年8月9号，上辈子的明天，任超和苏雪就是在后山上挖到了10根金条，不过后来赌博输光了。现在让我想起这个机缘，不就说明这个金条属于我吗？谢建华，醒醒，谢建华，干嘛？我有个任务要布置。你明天去后山挖金条。
花金条。上辈子建中被隔壁张大红勾了魂儿，不仅给了500彩礼，后来靠我养活张大红一家子吸血鬼。现在真重生了，还是换个儿媳为好。李大姐，哎，翠芬姐，上次啊，你要给咱家建中介绍那姑娘，家庭情况怎么样啊？人长得好不好看呢？哎呀，情况可好了，人也漂亮。不过呀，我把她介绍到你们家，那可不是冲着建中去的，我这冲着你去的。啊？看你对苏晴的态度，就知道你是个好婆婆。好婆婆的名声居然还有这用处，晴晴真是我的福星。行，那我回去啊，跟建中商量商量，要是合适的话，我们礼拜天把人约在家里相亲。等这事儿成了，红包少不了你的。放心，妥妥的。好，那我们先回去了，再见。哎，好。哎呀，这礼拜天给你约了相亲，是隔壁李大姐介绍的，挺漂亮一小姑娘。要是女方同意的话，最好还是见一面。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喜欢隔壁的张大红，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呀。人家要是不嫁，那你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啊？分家的时候妈就放话，只给我300彩礼，耍脾气逼家里拿钱砸的主意，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我要是再不去相亲，真就打光棍了。行，妈，我去。啊，晴晴啊，妈，咋了？大哥怎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这个礼拜天给他约了相亲，他答应了。真的？嗯。那我周末能不能留在家里凑热闹？你不是答应跟建华出去约会吗？哎，不行，跟直男有什么可约会的？我还是想做婆婆的跟屁虫。好，好，好，那你就跟我待一起，帮我一起参谋参谋。嗯，快吃，快吃。哎呀，进，走走啊！哎，来，快来！哎，好，谢谢啊！好，建中，快下来！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没事，辛苦了。来，喝水。哎，谢谢啊！来，请坐。哟，嫂子，你看现在这儿媳妇啊，白白嫩嫩、乖巧懂事的样子，说是翠芬姐的亲女儿啊，都有人信。这结婚后呀，老大的工资我们不管，要是在家里吃饭，每人交10块钱的伙食费；要是不吃，我们1分不拿。哎，至于这养老钱嘛，我不强求，他要有良心呢，他就给；没良心呢，那我也管不着。哎呀，哎呦！好，那你们就慢走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哎，好。哎，建中，快这送客呀，建中。啊，来。哎，去呀！好了啊，真好啊！慢走啊！回去吧。再见。哎，慢走。妈，这算成了没？哎呀，不知道啊，还得等你李大姐回话呢。要是女方也同意的话，双方啊就可以走动起来。年节时候呢，让建中啊多去帮忙，表现好了，很快就能结婚。我刚才看他们的眼神，应该对咱家条件挺满意的。确实，刚才我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挺顺利的，我也觉得是。哎呦，李大姐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么顺利啊！上你个仙人板板，黄了！什么？
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吗？来，喝点水。哪是？是人家建州犯蠢！你不让建州送我侄女去公交站吗？在公交站碰到张大红了。啊！是挺不错的啊，你看看多般配呀！啊，谢建州，你在干什么？你既然在相亲，就让我现在不能嫁给你，你也不能找别人啊！大红，大红，你别走，听我给你解释。这谁呀？这是干什么去了？啥情况啊？这怎么跟着我说别人跑了呀？你这事情就这么黄的？果然哪个年代都一样，舔狗不得好死啊！哎呦喂，我真是恼抽了呀！哎呀，我是想让谢建中这个兔崽子表现一下，恨死我了！哎呀，谢建中，我再也不管你的事儿了。我以后要是再管你的婚事，我下辈子投胎还做你妈！哎呀，你这是发了跟没发似的。哎呀，唉，可我婆婆是重生的呀，这都市的含金量，估计只有我懂了。妈，这是咋啦？我听说今天妈给大哥相亲，本来好好的，结果被张大红发现了。苏晴，你先过来，告诉你件事情。来，走。哦，干嘛？苏晴，你可真厉害啊！上次告诉我后山有金条，我去了，在后山挖了10根金条。这是不是说明咱们要发财了？不过这种好事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你就不要管了。数额这么大的金条，你打算怎么保管啊？咱们3-7分，3分是我的辛苦费，7分是你的线索费。我的那份，你拿2根给咱妈，保准能哄好她。剩下1根只当是我的私房钱，千万别说漏嘴啊！正常情况下，我该怎么夸夸这个男人？孝敬父母的同时，还知道照顾自己的小家，不是妈宝男。不过，我建议啊，这10根金条都给妈保管。啊！你不是妈宝男，可我是婆宝女啊！这是什么情况？你不想要私房钱，我还想要呢。苏晴对妈这么大方，我对妈怎么都不能这么抠搜。那好吧，你给吧。你说你傻不傻呀你？人家说嫁你了吗？你就这么傻乎乎的等人家，还他不嫁你不嫁，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妈，别骂大哥了，你理理我呗，我有好事儿跟你说。哎，行行行，我不骂他了。这个白眼狼都浪费我心情。哎呀，姐姐，快坐啊！什么好事儿啊？这么神秘？当当当！10根金条，你哪来的呀？我跟谢县华找到的，都给您，现在不气了吧？我不要，我一个老太婆要这么多钱干嘛？你们小刘，妈你拿着。我们小年轻容易丢东西，你要是收着不安心，就当是替我们保管好了。保管？保管费3根金条。甜甜，你对妈真是太好了，
妈不会让你失望的。以后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你记得找妈来要啊。这话我自然信，你可是无私奉献的绝世好妈妈，铁定不会昧了这些金条。现在不气了吧？不气，不气。有10根金条，咱还可能生气吗？其实嘛，你根本没必要生气，也没有必要为了大哥结婚的事着急。我相信，通过今天相亲这件事，张大红已经坐不住了。再过一段时间，应该会主动来找咱们家嫁给大哥的。真的？还挺一表人才的啊！真没想到，第一次相亲，竟然阴差阳错让大红答应嫁给我。哎，大红，你听妈的，待会儿进门啊，咱们就管他们家要600的彩礼。哎呀，600！哎妈，你这太多了。怎么不能？苏晴那乡下来的臭丫头，小学没毕业，这还闹出来被人当众捉奸这档子事儿。这王翠芬都舍得给500彩礼，500。像你这样的初中学历还深得建中喜爱的媳妇儿，比苏晴多100还过分吗？行，妈，我都听你的。妈，这你都能猜到，他们真的要一来一亲了。那是。建中妈，我知道你家建中啊，一直想娶我们家大红。这大红在我们家呀是个宝贝闺女，我跟他爸合计了，这600彩礼呀，这事儿就可以定下来了。600？那不可能！咱们家晴晴嫁进来的时候，彩礼也就500块，在我这儿谁都越不过她。什么？上辈子把老娘洗的那么惨，要不是晴晴一直说孝顺，我又不想让建中打光棍，老娘连嫁都不想让张大红嫁进来。没错，咱们家给大儿子准备的结婚钱啊，只有300块。啊！妈居然真的一点都没有心软，说300就只给300啊！建中妈，你这做事儿也太偏心了啊！你这儿媳妇儿小学都没毕业，还是农村来的，你还舍得给500的彩礼？怎么轮到我闺女嫁过来就300块起了？这也太不公平了！你要是这样办事儿的话，你信不信我就不把闺女嫁到你们家？哎呦喂，我好怕呀！你爱嫁不嫁？就是，300块彩礼已经很多了，你们觉得不合适，那我妈也没办法。哎呀妈，你看他怎么的？晴晴，我觉得他说的没错。要是再敢凶他，300都没了。妈，要不算了吧。300其实比很多人家给的多了。当初来探口风的时候说的可是500，那还不是因为建中不会娶别人，王翠芬又心疼建中，咱们才没答应的。哎呀妈，我可都25岁了，这些年一直吊着建中，就是因为他们家彩礼给最多。你现在要是谈崩了，连300都没有。行吧，300彩礼也嫁。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妈，大家吃好啊！好嘞。来吃这个啊！哎，晴晴别忙活了，快来坐妈这儿。来，喝一杯。歇一歇。哎，翠芬姐，苏晴嫁你们家真是没嫁错，你看这日子过得越过越滋润了。那是，不像她妹妹苏雪，哎呦，老可怜了。她咋了？最近不是恢复高考，马上要报名嘛。我听说啊，苏雪以前就是高中毕业，成绩还蛮好的嘞。
这次他也想参加高考，就是他们家那个任超啊，为了让他在家备孕，不让。真是苏雪因为这事儿啊抑郁了，整个人看着啊那都憔悴了很多呢。这也太可怜了。不过晴晴啊，自打他陷害你，让你替嫁那天开始，他这一切由他自选的，他不能怨天尤人。何况他本来就是戒度上位，现在婆家逼他生孩子，他也该早料到的，是吧？哎，晴晴，你可别多想啊，妈可没有劝你催生的意思哦，你也不要有压力。就算你实在不想生，你就去捡一个回来，妈也当亲生的替你养。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芬儿吗？他居然会说这种话。妈妈，你真好。上辈子老二牺牲之后，苏晴没再婚，也没生孩子，孤独一生啊。哎，晴晴啊，你跟妈说实话，如果没有替嫁那事儿，你对建华是什么感觉啊？你们实在没有感情呢，妈也不是古板的人，你们两口子啊就离婚，一个再娶，一个再嫁，妈都是愿意的。到时候妈认你做干女儿，重新给你挑选一个女婿，找个比建华更好的，又高又帅，还有8块腹肌。妈，这大喜日子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感觉我跟苏晴挺合适的。妈，我也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的。上辈子我孤苦伶仃，卷生卷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不像现在，家人、爱人都在身边，上日子都有了盼头。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妈，这还真挺好的，以后我给你买好多好多新衣服。哎呦，真孝顺哦！好，大红啊，你看这苏晴跟王翠芬关系也太好了，你嫁过来以后得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代替她在你婆婆心里的地位，要不然你这日子没法过。给你买多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哎呀，妈，你最好了。不知道谁才是谢家的长媳。来，喝酒啊！来，死苏晴，大家都不喜欢媳妇，凭什么她天天睡到日上三竿，大中午也不见人影？哎，你看，妈，你看这客厅，我可都打扫干净了。哎呀，只是这二弟妹还在睡觉，我也不方便开饭呢。这全家人都在等她，这不合适吧？哎，妈，要不您去教训她？教训他？哎，别！啊！我看是你去教训他，没事找事儿。看来大嫂刚来，还不知道咱们家的情况。要是咱妈是家里最高的皇上，那二嫂就是太上皇。晴晴每天复习到凌晨，别说睡到中午，就是睡到下午，那也不过分呐。闭嘴！咋了？啊！哎呦，晴晴啊，是妈不好，把你吵醒了吧？你还困不困呀？你困的话，妈把饭给你留着，你去接着睡。哎呀，别啊，我都醒了，大伙儿一起吃呗。啊，那行，妈今天做了鸡肉，把鸡大腿儿给你啊。啊，走。你怎么也不帮我呀？哎呀，别哭！我都已经听你的了。去里见那苏晴和婆婆的关系，
太过分了。还有一次，我看见苏晴把手放在了婆婆兜里取暖，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好像特别自然，根本都不像演的。妈，我跟您都没那么亲密呢，他们俩好的根本就不像正经婆媳。好啊，他们两个居然合起伙来欺负你，看来妈要亲自出手了。还是妈好。妈，我带苏晴考试去了。哎，行，晴晴，你基础薄弱，第1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走了，妈。亲家，你怎么来了？哎呀，亲家母，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让你家儿媳妇去上学呀？你什么意思啊？哎呀，咱先莫说这苏晴有没有考上大学这个资质啊，咱就说是那个，她要是万一真考上了大学，可怎么办啊，亲家母啊？哎呀，这女人呐，到了大城市，她见识多了，容易红杏出墙呀。更何况苏晴这种还没结婚就勾搭你家老二的小姑娘，哎呀，你什么意思啊？什么？说够了就赶紧滚！王翠凤，你疯了你！王翠凤，你疯了你！我疯了？我看是你疯了吧？你特意跑过来挑拨我们婆媳关系，你到底安的什么坏心？王翠凤，要不是你偏心，给苏晴那么多彩礼，还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苏晴，我至于这么做吗？你呀，就是偏心你家老二，看不上你家老大跟我们家闺女。老二我是不偏心，我偏心苏晴，怎么了？我供苏晴上学，做吃的给苏晴，那花的都是苏晴的钱，我就偏心她，怎么了？我不是只针对你们家张大红，他们都吃不上，我就只偏心苏晴，我就对苏晴好，有问题吗？你还说的理直气壮，你看我不打你这个不要脸的，我打不死还打你！你搅和人家关系，我打不死你！妈，哎呀，你不是送苏晴去搞事儿？你们回来干什么？苏晴给落下了，特意过来拿的。周桃花，你居然当我面动我婆婆，看我今天不教训你！打不死你这个老妖婆子，我打死你！哎呀妈，苏晴，意思意思得了，都是亲家，你传出去让人家笑话。死妖婆子，再让我逮到你在背后说苏晴的不是，你就给我好好瞧着，滚！你们老谢家欺负人啊，两个打一个。王翠芬，你不是心疼苏晴吗？我就诅咒这个小学没毕业的女娃，她一辈子都考不上大学。你个死老妖婆子，你敢诅咒我们家苏晴，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诅咒苏晴，我打死你！哎，妈，好了妈，好了，妈跟这种人见识什么？当添乱得了。不行，我见不得别人说你半句坏话。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又聪明又努力。健康和桂英在玩的时候，你都在努力学习。你妈我就见不得别人欺负你，诅咒你啊！好了，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这难听千百倍的话我都听过，可为什么看到婆婆这副为我伤心的样子，会这么难过呢？婆婆，你放心，我肯定会考上大学的。真的？真的。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妈不气了，妈不气了。哎呀，怎么还不放榜呀？也不知道我家孩子考上了没有？哎呦，翠芬姐呀，这才第1年开考，那很多人就是试试水，考不上也没事的。时间的嘛。哎呀，就是，
我听人说今年试题很难，何况你们家苏晴够呛能考得上。刘大妈，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家晴晴怎么了？怎么就考不上大学了？哎，你这么大声凶我干什么？你们家苏晴考不上也不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说的一点没错，别人家啊都是供儿子考大学，这下可好啊，供儿媳妇上大学，这不妥妥的大冤种，浪费钱吗？就是啊，你们家苏晴啊，小学都没毕业，对，这大字儿不识一个，咋考啊？要我说呀，你别在那儿做梦了。你们搁这儿瞎说，有意思吗？我们家孩子考不上，那你们家的孩子就都能考上了？你这么说话，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他还挺傲的啊。莲婶儿，你家大头就能强到哪里去？我家晴晴是小学没毕业，可是你家大头是出了名的倒数第一。还有你们家的刘耀祖，哎，名字起得好，光宗耀祖。可是他平时拿着他爸妈给的学费去赌钱，你们少搁那唧唧歪歪的。我告诉你们别搁这瞎说，我家晴晴她一定能考上大学，她每天认真复习，勤奋读书。哼，我不许你们在这说她半句不是。真不要脸啊！他们没资格说，我还没资格说吗？哎，芬儿啊，这不是芬儿的亲家周桃花吗？他家儿子张大乐，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学霸，每次考试都能考高分儿。何止是考高分啊，人家每次考试那都是上城南大学的水平。你听，哎，听见了吗，王翠芬儿？别人这么说的，这智商啊，它可是遗传的。也不知道你天天做那些无用功是干嘛的。况且你家那儿媳妇儿，看着她也不是能出息的样儿啊，这哪像我们家乐乐呀？这人又聪明，成绩又好。就是啊，人家乐乐可聪明了。我劝你呀，你少在这个苏晴身上啊白费功夫啊，还不如呢对我闺女好点，把钱呢都花在她身上。她一高兴啊，就帮你生个大胖孙子。哎，这一下你谢家才能活得过来。要不啊，这辈子你们家都没考上大学的命。这倒是实话。什么大学，白费功夫。谁说我们家的人考不上大学了？都给我看好了，我苏晴，王翠芬的儿媳妇儿，考上了清北大学。哎呦，清北啊！晴晴，你真的考上大学了？不可能，不可能，这肯定是假的。这录取通知书是真的。哎呀，真考上了，真是没看出来啊！是真的。哎呀，我家晴晴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是考上了大名鼎鼎的清北大学。那是，婆婆，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不过不像某些人，经常夸自己儿子聪明伶俐，是大学吧？我怎么听说3号考场有个叫张大乐的，因为考试违规被逮了呀？什么？被逮了，被逮了，不是白考了。要我说，你与其关心别人家的事，要不赶紧回去看看你那被禁考3年的乖儿子。哎呀，怎么样？刚才说我孩子考不上大学的人，没话可说了吧？妈，这下开心了吧？那是，简直是出了口恶气，身心舒畅，爽啊！走，回家，妈给你炖大鸡腿儿。得意的。放下！怎么了？我要宣布一件大事，都过来，过来，站好了。什么事儿啊？我宣布，我们老谢家从今以后就有大学生了。妈，你说的该不会是苏晴吧？我们家除了晴晴，谁还有这本事？
晴晴考上了清北大学。真没想到，苏晴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女孩，竟然也能考上国内最顶尖的一流大学——清北大学。哎，你说真让那谢家出了一个大学生啊？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那我都亲眼看到的，这通知书都送到手里了。这以后啊，芬儿在我们面前那更得嘚瑟喽。那可不，哎，录取通知书，难不成真让苏晴考上大学了？不行，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怎么能是女人？我必须阻止他们。妈，苏晴真考上了。对呀，晴晴考上了荆州有名的清北大学，那可不是谁都能考上的。不许去！咱们家总共就这么点资源，你花钱供苏晴上大学，那不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吗？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就不同意呗，我有私房钱，我又没用公家钱，我供晴晴上大学，你管得着吗？婆婆你真好，我以后赚了钱就给你一个人花。妈，我不管，你要非得供她上大学，咱们就断绝母子关系。断绝就断绝，反正以后有晴晴能给我养老。哎妈，我巴不得赚了钱给你花呢。哎，你看我很不爽是不是？不过没关系，再过一段时间我去学校报到了，到时候带妈一起走，你也不见回见。什么？你还把妈带走？晴晴，你要把我也带去荆州？当然了，你不只是我的好婆婆，还是我的好妈妈。我去外地上大学，你当然要跟我一起了。怎么，你不想？确实，有家里这几个孩子在，我留着也只有生气的份儿。可是跟晴晴一起跑路就不一样了，那叫享受生活。妈，你还愣啥呀？你要是跟苏晴走了，那这个家还有谁来照顾呀？我管你呢，反正呢，我一个人在外面上大学，妈肯定是不放心的，对吧？妈，你就算生我们气，你也不能放爸一个人在家不管吧？是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不管白眼狼孩子，我还是要照顾谢瘸子的。哎，我不能自己做决定，那我今晚就跟谢瘸子商量商量。那可不行，你直接问他，他能答应吗？好啊，婆婆都重生了，你们一家子还在这玩道德绑架，想把她留在家里做牛做马，哼，看我出招！别听他们的，妈，你就应该直接问问爸，问问爸的意见。真直接说？咋不能直接说了？就直接问啊！婆婆，你想一想，自从你当了妈以后，是不是每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和家，就显得自己很不正义？可是人怎么就不能出去玩了？人为什么不能出去看世界啊？如果爸连这个都不能理解，觉得你只能窝在家里做奉献的话，那我觉得你也没必要考虑他的感受。晴晴，你说的很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妈，我问你，如果我说我现在想吃肉，你怎么做？给你做。那我想穿漂亮的新衣服呢？给你买。那如果我想出去玩呢？那就出去玩呗。哎呀，这就对了嘛。你都能对我这么好，你跟爸几10年的感情了，他要是不理解你，那就不应该了。那我今晚就跟谢瘸子聊聊。哎，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谢瘸子，我决定了，我要跟晴晴一起去荆州。啊？啊？我说话没听见吗？
我说我要跟晴晴一起去荆州。孙凤，为什么呀？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健康和桂英惹你生气了？为什么突然想到去荆州啊？这该不会是这几个小兔崽子又惹芬儿生气了，让他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吧？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是想出去玩一段时间。谢瘸子，你同意吗？那就去呗。是，反正建华在荆州当兵的地方离清北大学也挺近，你们去了正好有个照应。这家里的事儿我看着就行了。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收拾包袱。耶，我们去荆州了！哎，二嫂还真是把咱妈带坏了。可不是嘛，妈现在变聪明多了。都怪你，娶了个这么能搅事的媳妇儿。放屁！这叫活泼开朗有魅力。切！妈，你要早点回来。妈，我会想你的。啊，好，你们两个在家乖一点儿，听爸爸的话。知道了。哎，芬儿啊，离录取通知书的开学时间啊还有10几天，你们去那么早干嘛呀？这你就不懂了吧？开学遇上大部队，那火车上啊挤死人了。再说了，晴晴马上就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了，我不得早点去给她添置一些床铺被褥、衣服首饰什么的。师傅家里都有吗？干嘛非得买新的？你懂什么？这人靠衣裳，马靠鞍。晴晴作为我们老谢家第一个大学生，我可不能让她被同学给比下去了。婆婆你真好，你是我最好的婆婆啦。行。车来了，来上车吧。哎，走。听着慵懒的歌，吹着天到了荆州记得照顾好自己啊！有什么事儿别忘了到军校去找建华呀！还是两手空空。你俩去荆州之后，除了读书和陪读之外，还有什么想干的吗？当然是齐心协力，双剑合璧，改革开放，大展宏图。輕輕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身